身体肥胖、肚子大的人，不仅影响外观形象，还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减肥是很重要的。那该怎么减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喝点冬瓜荷叶茶。冬瓜荷叶有利尿消肿、祛湿、刮油燃脂的作用，对减肥有帮助。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肚子，方法很简单。将手掌弯曲起来，然后去拍打肚子，可以站着，也可以躺着，力度适中，要感觉肚子发热。这样每天睡前做5分钟，这样拍打肚子能加强肠胃蠕动，畅通经络气血，促进身体排毒。所以经常拍打能够改善便秘，消除腹部脂肪，不仅可以瘦腰减肚子，还有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那不过呀，做什么都要坚持住，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。平时呢，再多注意饮食，相信减肥也会变得很简单。小时候我们去澡堂的，有时都是要排队的。那时候呢，可能1周去1次。现在呀，生活条件好了，那家家呢都有淋浴器，不用出门就能洗澡了。那是有多方便就有多方便呀。大家洗澡的时候呀，可以呢多洗3个地方哦，有助长寿。那是哪3个地方呢？第一个，脚趾。洗澡时呢，多对脚趾进行搓洗按摩，有助疏通经络，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对健康有很大帮助。第二个呢，腋窝。多洗腋窝呀，能够刺激到腋窝下的淋巴系统，对促进排毒呢也有帮助，所以多洗这里对健康也有利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小腿，小腿处也有很多的穴位，那对这里多进行搓洗，有助血液循环和排毒，也能够为健康长寿加分哦。那这3个地方是你爱后背咋这么疼呢？这头发怎么总掉呢？掉这么多呢？这天气也不热呀，这怎么还有点汗呢？男性朋友，如果你也有腰酸背痛、脱发严重、总是盗汗的情况，那很可能是肾不好咯。今天木子呢给大家推荐2种藏在身边的天然荷尔蒙。辣木子，辣木子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男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增加体内的雄激素，养肾护肾，还有养肝的效果哦。椰枣，椰枣是养肾高手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男性荷尔蒙成分。那每天吃一点，能够激发雄激素，帮助养好肾脏。身体的保养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所以大家要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行哦，不能够操之过急。男女老少都喜欢吃水果，水果是非常有营养的，但水果也不能乱吃。对于肠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3种水果就尽量少碰吧，再有营养也不行。肠胃不好不要吃桃子，桃子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如果肠胃健康的话，那么对开胃是有一定作用的，但肠胃不好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肠胃不好不要吃柿子，柿子的味道酸酸甜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但柿子属于酸性，肠胃不好的人如果吃了，容易刺激肠胃，加重胃酸分泌，引起肠胃不适，所以胃不舒服的人也不要吃。肠胃不好不要吃猕猴桃，猕猴桃属于寒性水果，也容易加重胃酸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猕猴桃也要少吃，尽量1口都别。我总是腹胀、腹痛、食欲不振，是咋回事呢？这很可能是肠胃不好咯。其实肠胃最怕3件事，快看看你有没有。肠胃怕撑，如果经常吃得很撑，容易呢使胃酸分泌过多，影响消化道的功能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所以尽量不要吃得太撑，建议每顿吃7、8分饱就行。肠胃怕冷，经常吃凉的食物，不注意保暖，会导致肠胃消化能力降低，影响肠胃健康。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吃凉的食物，多注意胃部保暖。肠胃怕饿，吃撑了不好，那饿着了也不好。如果肠胃不能够及时的补充食物，胃酸没有食物消化，就可能会使胃黏膜受损，不利于肠胃健康，所以尽量也不要饿着。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肠胃好不好？手掌有提示，若出现2种情况，要注意养胃了。手掌有白斑，
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手掌是比较红润的，这也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。如果肠胃出现问题，影响人的消化和吸收，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、气血不足的情况。那么这时手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白斑。若你也有的话，那就要注意调理肠胃了。手掌有红斑，除了手掌出现白斑是肠胃不好的表现外，手掌有红斑也要注意，有可能是肠胃出现问题，或者是体内湿热太重。不管是什么问题，都需要进行调理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。若你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说明肠胃还算健康。那想要肠胃好，生活中呢要多注意饮食，多运动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呵护肠胃健康。现在生活中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寿命减短，尤其是早上爱做这3件事，不利于长寿。快看看你占了几个。第一件事，不吃早餐。现在大多数人呢都有不吃早餐的习惯，那长期不吃早餐会使人出现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低的情况，而且不利于肠胃健康，从而使人减寿。第二件事，晨起吸烟。大家都知道，吸烟本来就对身体有害，而早上起床吸烟，尤其呢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吸收香烟中的有害物质，刺激支气管，导致各种疾病出现。所以晨起吸烟也会使寿命减短。第3件事，晨起剧烈运动。虽然运动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早上进行剧烈运动，因为这样不利于心血管健康，对老年人来说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也可能会让人慢慢减寿。如果你也有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为了健康，尽快改正吧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发现自己呢嘴里苦苦的、臭臭的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很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哦，要注意口腔、肠胃或者是肝火等问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试试多吃下面2种水果吧。如果口苦的话，可以吃点山楂，山楂可以消积滞，对缓解口苦有帮助。不过呢，不能够多吃哦，吃多了容易反酸。如果口臭的话，可以吃点石榴，石榴也能够消积食、助消化，而且石榴味道酸甜，能够帮助缓解口臭哦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，平时还要少吃重口味的食物，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，尤其是绿色蔬菜。肠道内堆积宿便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很多毒素，对人体产生危害，所以要及时的将宿便排出去才行。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对减肥瘦身、清除宿便有帮助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相互抱住对侧的手肘，然后慢慢的举过头顶，腰背要保持挺直。这样坚持3秒，再慢慢的向下弯腰，身体尽量的靠向腿部。弯腰的时候要注意，双腿要尽量的保持伸直，弯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然后坚持5到10秒钟，再慢慢的回到站立的姿势。每天早上起床后反复的做30次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排出体内的宿便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有很好的瘦身、塑形、清肠的作用。只要坚持就能看到效果哦，大家不妨试试。胀难受。哎，木子，你这咋的了？哎妈，刚才吃了不少东西，吃多了，哎呀，感觉撑得慌。那你还在那坐呢？赶紧起来活动活动啊！哎呀，我不想动。哎，如果你不想动，那就跟木子学2招吧。第一个，可以趴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将右腿弯曲，上身抬起来，用双手抓住小腿，坚持5秒钟，再换左腿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。第二个，按摩腹部，可以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用双手手掌旋转的按摩，这样能够促进腹部的血液循环，能够帮助消化，预防便秘，还能瘦肚子哦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次做3分钟就行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你也吃多了，感觉胃胀得慌，就可以试试哦。对于经常做饭的人，家里厨房肯定放了很多的食材，但是你会发现有些食物放的时间长了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尤其是土豆。如果土豆发芽了，最好就不要吃了。因为土豆中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有毒物质，正常情况下这种物质含量很低，但如果发芽变绿了，龙葵碱的含量就会增加。
如果吃了发芽的土豆，很容易引起中毒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除了土豆，还有2种蔬菜发芽了也不能吃。花生，发了芽的花生很容易生成黄曲霉毒素，所以花生如果发芽了，最好都扔掉，不要吃了。红薯，红薯如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这样的红薯就扔掉吧。因为发芽后的红薯很可能会出现霉变，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不管是土豆、花生还是红薯，如果发了芽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都尽量不要吃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